大家好，我是邱平，我现在来到了陕西的咸阳。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这里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所在地，他的地宫就在这座山里面。之前我们也来过，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李世民为什么会选择这座山作为他的陵寝所在地，以及呢介绍了一下地面的建筑。当时呢我本来想上山，只不过是大雪覆盖，没有办法上去。那今天呢刚好天气不错，我们就去这个山上走一走。因为这座陵墓是李世民亲自选的，他当时也来过这座山，并且登顶了。那算是今天我们寻找一下李世民的踪迹，并且呢，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李世民的墓道口所在地。进来了，门票是30块钱，如果使用关中那个旅游年卡是免费的。走上去。过来是一个大的广场，这个地面建筑我们上次详细介绍过了，今天在这里也简单的带过一下。这里是广场，前方有一个李世民的雕塑，左右两边呢有6组石刻，这个就是昭陵6郡的复原图，代表了李世民当时征战天下乘用的6匹马。它以前呢是放在那个山脚下的，这里是复原给大家看，就放在这个地方。真品呢有一部分在博物馆，有一些呢已经被盗了，在国外。这匹马呢是李世民当时攻打王世充时候乘的。这里有一块碑，唐太宗昭陵，这也是陕西巡抚毕沅立的。在中国历史上，太宗这个庙号是非常珍贵的，一般都是开国之后的第2位皇帝有。最有名的太宗是有2个人，唐太宗李世民，汉太宗也就是汉文帝刘恒。第3位比较有名的可能就是皇太极嘛。我们等一下就得爬到这个山顶上去，我现在都能看到这个山顶有人呢。现在我们是在北边这边，看起来这个山是没有很陡峭的，但实际看南边的话就非常陡峭。这也就是我们在北边看到这么多遗址的原因。前方我们就称之为神道，在两边呢有很多碑呀，主要是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凌烟阁24功臣，这是李世民打天下、治天下，跟他一起奋斗出了大功劳的。你像我们熟知的排名第1的长孙无忌，这是李世民的心腹，还有方轩林、尉迟敬德、程咬金、李靖等等。反正唐朝初年那些说得上名号的将军文臣，基本上都在这里。现在我能看到已经有很多人在登山，有一些呢已经登上去了，等一下我们也得上去。在这一边呢，看起来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缓。如果没有看过昭陵整体的航拍图的话，感觉这个是不是很好登？其实不是的，整个九中山昭陵南坡是非常陡峭的，北坡呢，因为这边是能够上来，就相对来说好走一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呢是司马门遗址，就是以前来祭拜皇帝是在这一块。原先一开始呢，它是在九中山的南坡，非常陡峭。后面那些皇帝来祭拜，感觉非常费劲，不好走，因为那边太艰险了。于是慢慢的就把它改到北门来了。这里的建筑最开始是唐朝建的，后面唐朝灭亡，这一块遭到损毁。在后面的朝代呀，在这一块还重新修建了一下建筑。因为李世民这个人呐，可以说是中国皇帝的一个典范。作为太宗皇帝，历朝历代的皇帝啊，都向他学习，都想成为这样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太宗皇帝最有名的是2位，一个是李世民，另外一个呢是汉太宗文皇帝刘恒。历朝历代的皇帝啊，都想成为他们2个这样的皇帝，于是呢就会来祭拜。我们这里看到的很多遗址，后面发觉啊，有一些是其他朝代的。这一块还雕刻了一些李世民的故事，这个是横扫六合。李世民
好像差不多是16岁跟随他的父亲起兵，一路南征北战击败窦建德，击败王世充，大唐的江山一半是他打下来的。在陵墓前出现碑林很少见吧？李世民这里就有，是历朝历代来祭拜李世民留下的碑，可能有王侯将相、皇帝，还有其他的一些人，很多已经毁了。这里就是司马门遗址了，非常巨大呀。我们如果说明清的，就是临恩门、临恩殿这一些，这个地方是留下了明清的遗址，就是说明清的时候在这里重新修建了，但后面也是损毁了。这是复原图，这个司马门比较宽阔开始上山了。这个昭陵山顶上面我是第2次来，第1次好像是20年的时候。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拍视频还不是太懂，所以就简单的看了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这个山顶看一看，算是走寻一下李世民当年重新走过的路。李世民去过山顶，估计呢也是从这些地方上去的。到了山顶，我们再沿着小路走一下那个以前半山腰的痕迹，看看能不能知道那个地宫所在地。在下面看起来不陡，走到这个半山腰，感觉还是有一点的，不过相对来说还是不难爬的。我这么怕爬山的人，都感觉不难，比较容易。也都是13了，都快到顶了。这里有一对父子在爬山，是作为父亲的一直在给儿子讲历史。这个家庭熏陶很重要。现在很多人对历史不太了解，或者不感兴趣。你像这种有父母教育的就还不错。好多人已经顶了，都已经有人下来了。哇，这么厉害，能跑下来！现在我们这边是靠近西北方向，这一块是西嘛，这边是北。它的墓道是在南边，所以我们还得往前走，还没到山顶呢。哎呀，南边是在那一块。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山顶了，这一块属于西边，非常高啊！看看下面，这就是渭北高原了。因为九中山的昭陵是黄土高原、渭北高原和关中平原的分界线。远处呢，那一块有一座山峰，那个是乾陵。武则天和李世民的儿子就埋葬在那一块，离得比较远，有几十公里，天气好的时候才能看见。然后旁边这里呢是建陵，这是关中18陵最西边的3座陵：昭陵、建陵、乾陵。这3座陵墓现在我们都算是看过了，按知名度和代表来讲，肯定是昭陵和乾陵更好一点，陵墓主人也更知名一点。唐建陵和陵墓主人存在感确实不强。现在我们去南边那里看一下，因为九中山的墓道是在南边，我们是从北边上来的嘛，一直往那边走。我大概是爬了半个小时上来吧，还挺好爬的，不累。今天来爬的人还是挺多的，可能是周末吧。这一块都是李世民当年走过的路啊。墓道口就在这一块，我们在上面是看不到的。我在这里还能看到下面有些痕迹，应该是以前的那个建筑遗址吧。往上走，这边应该就是南边的最上方了。李世民当时就是在这个上面行走，走到最边上去。第2次登这个山顶，
人是真多，往前走。哦，陡峭。在这下面还有一个长孙皇后的洞窟，我们也得找一下。我们已经来到最边上了，非常陡峭啊！我看到下面有一个人，他可能是从这里下去的，我就不下去了，这里非常陡峭。在那里有一个水泥墩子，不知道是干嘛的。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说是以前那里有建筑，当时这座陵墓建成之后，有宫女或者太监每天晚上呢在那一个位置点灯。一种呢是说他们是守卫陵墓值班的，另外一种说法相当于古代那种所谓招魂的意思，不知道真假。这边应该是最高的地方。之前我们说这座陵墓南边比较陡峭，北边呢相对来说好走一点，以及呢我们之前看这座陵墓都是通过下面航拍看的，那现在我们就通过多角度来看一看这座大山这座陵墓的外表样子。这是我们在南边看到的场景。这一座山是叫做九中山，为什么会有这个名字？主要是在古代这个山上有一道梁就叫做中，而这座山刚好呢是9道山梁，这样的话就叫做九中山，并且有一点呢，这9道山梁到了山顶汇合成一，这就我们经常说的九九归一，九五至尊。李世民可能把陵墓选的这个地方跟这个也有点关系。刚才我们也说这座山是一道分界线，李世民当年来到这个山顶是可以俯瞰关中，也就是说可以俯瞰他的大唐帝国，因为大唐王朝的统治中心是关中嘛，关中算是可以代表了大唐帝国。在天气好的时候，这一块呢还能看到秦岭。在封建社会，作为皇帝是特别重视对陵墓的建造。一开始李世民他建造陵墓的方式是想学习秦汉时期那种封土堆的形式，包括他的父亲也是封土堆。后面他的大臣呢跟他说，这种封土堆的形式费时费力，就等于是劳民伤财，同时呢又容易被盗，建议李世民建造陵墓的方式可以改变一下。那李世民后面来到这座山之后，看到这座山非常不错，于是呢就决定把他的陵墓建在这种山上，在山体的半山腰挖凿地宫，这就是因山为陵，开创了唐朝因山为陵的先例。到了贞观10年，由于长孙皇后因病去世，这座陵墓呢就开始大规模的建造起来。在这个山体半中间，现在还有个洞穴，据说呢是由于当时陵墓没有修建好，长孙皇后的灵柩就临时停放在那个洞穴里面。等一下我们去看看。这座陵墓从贞观10年那个时候开始修建，陆陆续续一直修建到唐玄宗那个时候才结束，100多年。主要是由于李世民的很多大臣都陪葬在这座陵墓周边，我们熟知的徐茂公、李靖、程咬金、房玄龄等等都是陪葬在昭陵周边。按照统计资料记载，大大小小的可能将近200座陪葬墓，这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陪葬墓最多的一座帝陵。我都猜想很有可能是由于安史之乱爆发了，导致这座陵墓后面就没有再建造了。这座陵墓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风水最好的一座帝王陵，尽管对这些我不太懂，但是你如果来到这个山顶看四周，感觉明显是不一样的。或者这样说，你去其他帝王陵转一转，再来这一座帝王陵转一转，你就明显能感觉到区别。这是我在另外一个方向看这座陵墓的外表，气势非常宏伟啊。由于这座山海拔比较高，你在多个方向或者是远距离都能看到一座山屹立在大地上面。就算我们没有说这座山里面埋葬了一位皇帝，普通人在远处看都会觉得这一座山非比寻常。如果你和他说这里面埋葬了中国的千古一帝唐太宗李世民的话，肯定会说那配得上。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九中山的南坡。这座陵墓一开始建成的时候，很多建筑呢是在南坡这一边，有县殿、有栈道等等，因为地宫也是在这一边嘛。由于这边太陡峭了，后面的皇帝以及大臣来祭祀不太方便，于是呢就把祭祀的地方移到北边，南坡那边可能就把以前的建筑留下来，配一些宫女或者太监在那里值守。今天来山上主要的目的就是看一看半山腰两个洞穴，据说是放长孙皇后棺椁的地方，以及呢我们看一看墓道口在哪里。这样看确实是非常陡峭啊，从下面要爬上去很难很难的。航拍可能看不太出来，我们站在山顶俯瞰下面就能看得清楚了，基本上坡度都有70-80度，非常陡峭啊。怪不得当时修建陵墓的时候要搭建栈道，要不然皇帝皇后的棺椁是没法运进地宫的。现在我们下山去探寻一下那个长孙皇后的洞穴。据说这一块是有好几个洞穴的，一个是妃子墓，一个是长孙皇后停灵柩的地方。去找一下，下山。应该是从下面绕吧，这经常有人走的。这里有条小路，去看看。我们看看下面的环境，这个坡度高不高？已经看到第一个洞穴了，在前面。我是从那个上面绕下来的，这里还经过修缮呢。也算是一个观景平台。那这里其实是有2个洞穴，这里以前还弄了个雕塑，现在这个雕塑的头部已经破坏了，明显的看得出来是一个女子，然后旁边呢应该是她的丫鬟。我们往里面走一走。这个还真的有点像墓室呢，明显的看得出来也是这种巨大的石头弄的。据说也是一个陪葬墓，是当时李世民的一个妃子叫徐贵妃，她很受李世民的喜爱。这个妃子呢也很崇拜李世民嘛，李世民去世之后，她就想着陪葬。那地宫里面都是帝后合葬嘛，那妃子呢就不能葬在地宫，可能当时为了埋葬他，就把它放在这个九中山这一块，就离李世民比较近嘛。据说是这样的，不知道真假。肯定是唐朝留下来的，后面不可能留下这个样子，因为毕竟这个石头肯定是官方弄的，普通人也不会在这个山上搞一些这样的洞穴。你如果说守陵人居住在这里，也不太现实。李世民的另外一个妃子韦贵妃是葬在那里，离九中山的直线距离可能就几百米吧。然后他的女儿长乐公主是葬在那一块。这是2座距离九中山最近的墓。这个妃子是叫徐妃妃，并不是徐贵妃，刚才我说错了。关于这2个洞穴到底是不是她的墓呢，也没有确切的说法，因为时间太久了。那我们就按照是她的墓葬所在地。为什么会安葬在这个地方？有2方面的原因。一呢，是这个徐妃妃很崇拜李世民，她想离李世民的地宫近一点，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徐妃妃她达不到单独在一个地方修建陵墓的那个身份，那只能在这个半山腰弄一个出来。看完了这个说是徐贵妃的墓，我们继续往前走，主要去看一下长孙皇后的。这里经常都有人走，这旁边呢都是悬崖。应该是要走一段距离。你看，在这些地方还发现条形石，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这里啊？
所以非常平整。这个还是掩埋在里面。这里还有燕尾槽的痕迹，可能以前这一块属于栈道。这个路还是有点难走的，主要是崎岖不平，因为属于在山上。我在网上看资料说，以前这边是有栈道的，也确实如此啊。你像这些小的地方，如果没有栈道，不好走的。当时要把李世民和长孙皇后棺椁运上来，也是比较困难，一定有栈道的。那这里应该就留下了一些痕迹了。你看，这应该就是当时打的那个栈道洞穴遗址。我们现在是发现一个，估计前方应该还有。后面在李治的时候就把这个栈道拆除了，因为要从这个下面南坡走上来是非常惊险的。于是呢，就把祭祀的地方改到那个北司马门。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保护地宫、保护陵墓，在李世民葬进地宫之后，就把这个栈道拆除了。又看到一块，估计这个也是以前的栈道遗址了。我看看墙壁上有没有。哦，这里又发现了。就我们现在走的这一块，以前都是搭了栈道的，应该是快到了。好像就在这一块。我看到是一个缺口，不知道是不是。啊，对，就是这里。今天主要来看的就是这一块。走了挺长时间到这里了，这就是被认为是长孙皇后去世临时停放灵柩的地方。因为长孙皇后去世的时候，这座陵墓呢还没有开始修建，她去世之后才开始，也就是说是贞观10年开始修建这座陵墓。当时呢，在修建的时候就临时在这个九中山，算是南坡这一块打了一个洞穴，停放长孙皇后的灵柩。等地宫建好之后，就把灵柩从这个洞穴移出来，往那边的地宫入口送进地宫，是有这种说法呀。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完全是在石山里面挖出来的，以前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平面，里面跟我们看的很多地宫类似，天圆地方，就是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中间这一块缺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弄掉了。如果真的是停放棺椁的地方，那当时就应该停在这个上面了。在这里啊，看到这个墙壁，我都有点感觉，这里以前弄不好还有是雕刻，反正看这种布局，10有8九真的是停放那个灵柩的地方，因为跟那种地宫很相似。如果不是地宫，一般不会弄成这个样子。还挺大的，这个跟我们看乾陵那些陪葬墓地宫大小真的差不多啊，就是后墓是差不多，因为这个毕竟是临时存放的嘛。这个洞穴有1300多年了，出了这个洞穴，再往前走，应该就是墓道口了。我们就站在这个那个转弯处看一下，就不走过去了。仔细看一下前方这个位置，那块石头是不是像一个人脸呢？整个这一块有点像一个坐佛。
从远处看更清楚一点，明显的话是有一个人坐在那里。按照大家的说法，这应该就是一尊坐佛或者睡佛，确实挺相像的。这个地方据说就是墓道口，以前呢人们都没有想到。前2年有一个考古报告，据说那个昭陵的墓道口就大概在肚脐眼这一块，我们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上面都是石头，这一块少一点，而且草的颜色有点不一样。以前很多人没有想到说墓道口在这里，现在呢就确定是在这一块。在那一边呢还有几个洞穴，我在想啊，是不是守陵人居住的？因为墓道口在旁边，那时时刻刻是不是要守陵人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反正那个非常像一个人脸呢，而且顶部啊，如果单纯看那个脸的话，它头部那些石头就这一块有点像唐朝那种官帽。如果整体看这个像一个佛，地宫入口放在这里也有可能啊。墓道口在这里，地宫可不在这里啊。整个这一块都是墓道口，因为按照资料记载，按照考证，李世民那个墓道口还是挺长的，非常长啊。还有一点，通过航拍的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北边的司马门遗址跟这个睡佛、坐佛，也就是墓道口这一块，大概是在一条线上面。因为唐朝的陵墓墓道口一般是在正南方向或者是东南方向。按照那个发布的资料介绍，从墓道口进去，墓道大概是10米，甬道大概是120米，总共是5道石门。按照唐朝帝陵的规制，帝王是5道石门，然后皇亲贵族大概是3道石门。你像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的地宫里面就是有3道石门，甬道的尽头肯定就是墓室了，也是跟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长孙皇后的洞一样，里面呢也是天圆地方的格局，上面呢是有日月星辰。估计唐朝的都是这样的，我们包括之前看的一些陪葬墓也是如此，里面的面积大概是900平方米，非常巨大了，并且通过科学探测啊，里面应该是有水泥的。这座陵墓当时陪葬品应该是很丰富的，因为李世民去世的时候刚好是贞观盛世时期，国力比较强盛，那肯定是有很多陪葬品。金银财宝就不用说了，大家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否在这个地宫里面。因为唐朝初年，李世民包括他的儿子李治、武则天这些人都非常喜欢书法，书法也非常不错。按照历史资料记载，《兰亭集序》在李世民生前的时候还出现过，还记录过。结果李世民去世之后，这个书法就消失了。大部分人都认为很有可能呢是带进了这座陵墓的地宫里面。反正有这样的说法，《兰亭集序》不是在昭陵里面，很有可能就是在武则天的乾陵里面。另外一点大家感兴趣的就是这座地宫有没有被盗。按照资料记载，在五代十国时期，唐关中18陵除了乾陵之外，全部被那个大军阀温韬盗掘了，一直也是这样记载的。按照现在的科学探测，乾陵没有被盗，乔陵也没有被盗，以及这座陵墓也没有被盗。我比较倾向于没有被盗。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是真的被盗，一定会记载当时地宫里面是有什么物品的，不管是正史也好，还是野史也好，一定会有所记载。结果是没有。另外，经过近些年的科学探测，可以证明这一座陵墓是没有被盗的，地宫以及墓道都保存完好，这也是一大幸事啊！如果被盗了，就真的可惜了。这座陵墓历史也确实挺悠久的，已经1300多年了。尽管说地面建筑没有剩下多少，当你来到这座陵墓看的时候，
感受是会不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你看了这座陵墓，再去看一下其他皇帝的陵墓，你就能感受到区别了。李世民生前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他死后他的陵墓也非同一般。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